Yo what's up， 欢迎回来 Rider ATH， 我是阿豪 ATH。Welcome to 布中，这个塞车圣地啊，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塞车，受不了。大家都知道我的车就是 manual 的车嘛，所以前阵子啊，我就买了一辆 auto 牙的 Vios， 可是呢，我又觉得我又想买车了。想要买一辆公司车，当然公司车呢，我的 Vios 也是一辆公司车啦。不过那辆 Vios 啊，不太适合拿来办公用的东西，好像它的后面的椅子不能倾倒啦，然后我不能载很多东西啦，所以那辆车就是我的一辆街车啦。如果是要买一辆公司车来用的话，就要问一下我的 crew、我的摄影师，还有我的一些好朋友，他们给我一点意见。如果我要买车，要买什么样的车，我不可能问你们意见的啦。你们每次叫我买什么超跑啊。首先，我们有请 Hiwi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iwi先。我要买一辆公司车。公司啊，在马来西亚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 company 公司，还有一个意思是 share 公司车吗？这样如果啊，我买一辆车以后，我们可以公司用啦。这样你觉得要买怎样的车啊，可以符合我们公司用？来，你拿麦你自己讲。最主要是要有 turbo， 因为 turbo is the best。turbo 啊，你只要 remap 一下啦啊，它车就会很有力，对，很容易 up 马力。如果讲是公司的车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要能够载很多东西啊，比如说载我的大压啦，我去 drift 的时候啦，最少要8力啦，很容易保养啊，保养不会很贵。我已经大概猜到你要讲的是什么车了，我跟他烧掉了，因为那个车我不喜欢。你要讲你自己的安色是吧？又可以载多东西啦，可以载8条轮胎啦，又 turbo 啦。但是安色很吃油啦。哦，安色很吃油，所以我觉得不可以，安色 no good， 安色贵。OK， 在路边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个维人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人工。如果我要买一辆公司车啦，改天我们可以谢用这样。你觉得要买什么？你觉得要？这样我们要买一辆可以公司用的车吗？觉得要买什么公司车 is the best？ 虽然现在我人已经在西马了，可是我已经忘不了那个东马那种路况了。所以我买那种车一定要可以符合那种路况哦，很烂啊，很多洞啊，然后可以过那种很烂的、很多bump的路，没有问题的，下雨淹水都不怕的。不可以！你想的那个啊，我大概猜到是什么车款，在马路上面开啊，犯法，不可以。这样子啊，这样子什么车呢？继续看下去。OK， 问了 Hiwi Sing， 问了 Veron， 现在我们来问 Hiwi Sing 的太太小佳颖，你的channel到底几时要 update？OK， 现在我要买一辆公司车，就是你也可以驾，我也可以驾 ，Hiwi Sing 他们都可以驾啦。你觉得要买怎样的车比较适合？我觉得啦，就一定要省油咯，因为你也知道啊，老公没有给我家用啊，没有给我钱。Protect 一定要便宜 ，Protect 便宜也不用紧，一定要容易保养，最重要是不要给人家欺负。我大概猜到你要什么车了，可是啊，那辆车我以前买过了，一定是买 V， 我要买我没有买过的车。我现在要问我的摄影师了。OK， 现在就是来到我们的 cameraman， 这个 cameraman 啊，整天黏住我的，所以要买公司车呢，一定要经过他的同意啦。这样你来讲一下公司车要怎样？我觉得一定要有 USB 头。你看我们摄影器材很多嘛，有那个 PSP， 有 Nintendo Switch。教你做工，你给我 Nintendo Switch， 你给我 Steam Deck。不过的确啦，我们拍摄啊，时常这样出来拍摄几天。如果那个车上的 USB 插头有 Type C， 我觉得更好，因为 Type C 比较高速，充电比较快。有 Reverse Camera 很重要。OK 啦，摄影师的要求比较务实派，要 Reverse Camera、USB 插头，要安全感。刚才 Hiwi Sing 讲的是要可以载很多东西，小佳颖讲的要省油 ，Rotex 要便宜，保养要容易。维人控讲的是要可以应付很多烂路，然后下狂风暴雨淹水都不怕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心中有一个想法了，要在我的预算内大概是10万、11万左右，最好的选择就是 Isuzu D-Max Standard。OK， 现在呢就是要带大家来看我身后这一台 Isuzu D-Max。之前我为大家介绍过 Isuzu D-Max 的高配版本就是 X-Terrain， 但是我身后这一台呢是一个 Standard。为什么会是 Standard 呢？因为 Standard 在我的这个 Price Range 里面啊，就是10出万，不要太贵。可是如果不要太贵的话，又要买到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 Vehicle， 就是不管任何车型的话啦，我的首选就会是 4x4 Pickup Truck Double Cab 的这种 Pickup Truck。而在马来西亚有那么多
多 4x4 pickup truck 的选择里面呢，我个人最喜欢的车型就是这一辆 Isuzu D-Max。这一台 Isuzu D-Max Standard 版本呢，真的是性价比很高，经济实惠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 engine 只有1900cc turbocharged 涡轮增压柴油引擎。听到1900cc 你就知道了啦，它的 Rotax 不到400块钱啊，其他竞争对手的 Rotax 都比它贵，所以这个就符合了小嘉颖刚才讲的 Rotax 要便宜。再来就是他有提到一点啊，要省油，这辆车真的超级省油啊！刚刚我们拿到这台车呢，加到这边来啊，已经走了接近150公里，它的油格啊只掉了1格，而且是一小格啊，非常的小格，所以我觉得这辆车full tank啊，顺价走1000公里应该没有问题啊，真的是超级省油，而且它的动力表现，讲真的啦，没有比它的老大哥 X-Terrain 3000cc 版本的来的有力，这个是肯定的，毕竟它 cc 比较小，但是在马路上使用绝对是没有问题，肯定够用，集结了更低的 Rotax 价钱，还有更加省油的车型，所以我接下来的使用成本啊将会大大减低。既然是公司车嘛，不能增加我的负担，拥有一台公司车就是要为了帮我赚钱嘛。可是如果一台公司车在使用的时候消耗我很多钱在 Rotax 啦、油耗啦，所以那个不是我的首选啊。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这种日系品牌，好像 Isuzu 这样子啊，它的 maintenance fee 都是非常便宜的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日系车款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如果是欧美系的 pickup truck 啊，我相信它的 service charges 啊，肯定是比这辆来的贵的啦。所以呢，这辆车拥有一个省油、比较小 cc 的柴油 turbo 引擎，再加上一个非常帅气的外观，再加上可以帮我省钱呐，这几点呢，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满意啊。虽然它是一辆 standard 版本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其实它在外观啊，甚至 interior 方面都没有什么 cut cost 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很帅气的虎牙，它是有做上色的，是一个 matte grey， 它不是给你那种 hard plastic 然后没有上色这样子啊，这个还是有漆面的，然后有一个非常大个的一字排开 Isuzu 的这个厂徽。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车灯，这个车灯真的太帅了，炯炯有神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它有一点像那个我们华人过年的舞狮的眼睛啊，很帅。而且这个 DRL 没有被 cut 掉，里面的这个 Bi LED Projector Headlamp 啊也没有被 cut 掉，这一点 very good job Isuzu。当然在下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 fog lamp 啦，有 signal 灯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标配的。Standard 版本给完你全部都有。然后哦，很多人会在想 Standard 版本这样 side mirror 啊 handlebar 一定是没有上色啦。这一台 Isuzu D-Max Standard 它的这个 side mirror 是有上色的，而且 door handle 不是给你那种黑色看起来很 low class 的 design 啊，它是有上色的。所以在外观方面，你不管怎样看，从上从下从左从右怎样看，它都不会是一辆低配版本的车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side step 它也是有给你哦。有了这个 side step 啊，我们上车的时候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的轻松。如果你膝盖不好，上下车啊会让你的膝盖有很大的负担，可是这一台 D-Max 不会啊。而且在 A 柱这边还有一个 handle， 非常的贴心哦，你可以拉着这个 handle 上车。你以为前面有罢了，后面也是有的啊。要上去后座呢，非常简单，踩一下 side step， 如果你要用手扶一下也是没有问题，这样子轻轻松松就可以上来这台车的后座了。而且很多人对 4x4 pickup truck 都有一个刻板印象，就是后座很难坐。可是这一台 D-Max 虽然它是 standard 版本，它也没有在后座 cut cost 哦。这个后座呢，门板上面的这些饰条都是有上色的，而且在这边也是有这个布料包覆的。然后坐在后座呢，这一台车有后排冷气出风口，所以长途驾驶啊，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都不会觉得很热。再来就是椅背倾斜角度，很多人会觉得 4x4 pickup truck double cab 坐在后座就是完蛋了啦，包吐的啦。但是其实坐在后座哦，我觉得整个支撑性还是 OK 的。而且很多厂商很喜欢在一个地方 cut cost 啊，就是 headrest。Isuzu D-Max Standard 呢，依然有给你这个 headrest 哦，这一点 good job。来了 PV 线刚才他讲什么啊？比如说在我的大亚啦，我去 drift 的时候啦，他讲他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。他如果去比赛漂移啊，还是他要载一些拍摄器材啊，尤其是我的阿 Jeff 狗狗摄影师要拿三脚架啦，有时候我们要搭一个帐篷啦，我们要载一些赛车用品啦，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。我们只需要这样子拉一下这个尾盖，看到吗？我觉得12条轮胎都没有问题啊。再来就是，如果你喜欢 camping 的话啦，你还可以带你的家人、朋友，或者你的女朋友、男朋友、你的爱人，开着这台车到荒山野岭的地方，就可以 camping 了。讲到 camping 呢，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下，这辆车啊，就完成了 Verancon 的一个要求，就是讲这辆车要可以翻山越岭，怎么烂路
淹水、狂风暴雨都不怕。这台车是一个4轮驱动车哦，而且它的离地间隙非常高啊，所以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路啊，每次都很烂啊，路墩又很多啦，还会跟你淹水啊。你驾这种车呢，淹水就不怕了。如果你驾 sedan， 你驾 hatchback， 你驾 MPV， 完了咯，淹水怎么办？这种车它的涉水深度啊，肯定是比家用车来的强很多啦。那其他方面呢，我们就一边上车一边聊。这台车里面啊，还有很多好料跟惊喜啊。我们现在 Let's go。OK， 现在来到的就是试驾环节。这辆车啊，我已经驾了1个星期，还没有打到油。现在我们可以在 meter 这边看到哦，它中间是显示我已经走了689.4公里，然后我还可以走295公里的那个 balance。当然，这个是他们电子演算出来的啦，所以走不走得到295公里，这个可能不太确定。不过，如果它真的可以走到那个公里数的话，像这一台车1桶油真的是可以走接近1000公里啊，超级省油啊！而且可能你会想，我是不是走 highway 啊才会这样省油？其实没有啊，你看到我的这个 average speed 呢，只是49 km/h 罢了，所以 average speed 都没有很快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城市也是有用这辆车 ，City Drive， 包括我最讨厌的塞车，所以经历了塞车，经历了 City Drive， 还有 Highway， 还有这样子的这个油耗表现 ，very good job。然后这辆车呢，一上车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小小的细节哦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。好像这一辆虽然它是一个 standard 版本，可是它是一个4驱版本哦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旋律，现在是一个2H， 然后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转去 4H， 它就会切换到一个4轮驱动模式。如果我们要去走烂路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按一下转去一个 4L， 就是让它可以走更加烂的路，然后有更好的越野性能。除了这些呢，还有一个重点哦，就是 differential lock。在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按钮，我们只要跟它按下去，它就会锁掉后面的差速器。也就是讲，它会有更加极致、更加好的越野跟脱困性能啊。当然，包括这个陡坡缓降也是有的啦。还有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parking sensor。所以虽然讲它是一个 standard 版本的车型，但是这一些东西通通都有给到你。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好嫌弃了啊，这辆车 very 的 good 啊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 RJF 狗狗要求的要有很多个 USB charging port Type A， 也有 Type C。而且呢，不只是前座可以给你充手机、充拍摄器材。后座也是有 charging port 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就上路体验一下这辆车的驾驶感是怎么样的啦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们就上到 highway 来试驾这一辆车。很多人讲啊，这种 4x4 驾起来就好像在驾萝莉这样。讲真的啦，你如果是驾惯普通车，你驾这种 4x4， 你听到那个引擎声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样有点粗糙。没有办法啦，柴油引擎车就是这样子，尤其是这种高压缩比的柴油引擎啊。可是这辆车我跟你讲，走 highway 的时候啊，好像我现在保持在时速100啊，它的 RPM 只有1800转罢了。哇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厉害耶！那么低转速，然后就可以做到100的时速啊，怪不得它这样省油啦。然后我现在驾起来呢，就有一种回到以前我自己在开 4x4 的那个 feeling 啊。我很喜欢驾这种车，就是因为它的坐姿很高，它可以看到超远啊，而且它还有 reverse camera。我真的觉得这辆车整个 package 这样子看下来啦，这个价钱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。所以你们觉得我适不适合买一台 Isuzu D-Max， 还是你们自己适不适合买一台 Isuzu D-Max 呢？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。我就觉得 D-Max 很适合我，我相信 D-Max Standard 也很适合你们啊。OK 啦，今天的这个分享大概就先讲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啊！我是阿豪 ATH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你以为影片结束了吗？还没有结束啊！现在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这个油耗表现。我们用了1个礼拜，这台车走了882.6公里，然后油箱里面还有一点油的啦。这里的这个里程显示是讲我还可以走135公里。如果真的是走完它的话，1000公里的里数应该不是问题。可是因为亮灯了，我自己有点怕啦，所以现在就来油站打一个油啦。真的要结束了，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，Goodbye。